她是中情局最美特工，靠着自己精致的外貌以及妖娆性感的身姿，女人每次暗杀都非常顺利。就业几年来，倒在她16群下的目标人物不计其数。可就是这样一个人间尤物，却偏偏对一个叫雷娜的大叔情有独钟。每当四下无人时，她都会忍不住调戏对方。尽管已经使出浑身解数，可雷娜显然不吃这套。Don't take this the wrong way, Viv, but you're not my type. I'm everybody's type. 眼看雷娜如此不解风情，苏菲拿出一支药剂扎进了对方手臂，伴随着药效开始发作，雷娜意识逐渐开始模糊。苏菲趁机开始行动，两人把该做的不该做的全都做了。完事之后，苏菲把雷娜送回家里，紧接着一脚油门扬长而去，留下雷娜独自在原地随风凌乱。很快，苏菲就再次接到任务，这次的目标是一个叫做狼王的匪徒，此人经常向其他恐怖组织出售原子材料，已经严重危害到国家利益，因此组织决定把对方除掉。几天后，对方就有一次交易，不过带头之人并不是狼王，而是他手下头号打手丧彪。组织希望苏菲能以此为饵，来揪出狼王现身，从而把对方一网打尽。然而到了交易当天，却发生了意外，一名装扮成清洁工的特工不小心被谨慎的丧彪发现端倪，因为他清晰地记得，就在几个月前他和女人见过，那时的他还是一名酒吧服务生。这瞬间让丧彪意识到，这很可能是一场圈套。不过他并没有着急离开，而是先向老大说明情况，随后便对女人展开折磨，扒开肛门，按下开关，接着把女人拖了进来。Cheers, muchachos. 伴随着电梯降落，女人也就此毙命。紧接着离开这里，和埋伏在外面的特工展开疯狂对射。听到枪声后，雷娜迅速向大楼靠近，先是放倒几名小弟，紧接着就朝里面冲去。不成想丧彪却在此时启动炸弹，巨大的冲击瞬间将雷娜震飞。等她缓过气后，恰好看到丧彪进入，雷娜立刻发起攻击，再次和匪徒展开对射。靠着敏锐的听觉感知，她成功把几名小弟击毙。没办法的丧彪只能跳到车顶。此时两人刚好都没了子弹，丧彪赶忙离开，而雷娜在换好弹夹后也立马跟了上去。自始至终，苏菲都没有插手这次行动，她一直在远处观望，等着狼王出现。岂料并没发现对方身影。经过长时间的追逐，雷娜终于拉近和丧彪的距离。可就在她准备开枪时，身体却突然发生意外，她直接瘫在地上，就连枪都抬不起来。恍惚间，她看到丧彪在靠近，雷娜下意识射击，打在对方腿上，随后便彻底昏了过去。而丧彪也趁机逃离。等雷娜醒来时，却从医生口中得来惊天霹雳，自己竟然得了癌症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，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。而组织在得知后，也和雷娜解除了合约，让她好好珍惜最后的时光。于是雷娜被迫退休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巴黎。可因为和妻子聚少离多，他们已经离婚很多年。不过雷娜依旧想趁着最后的日子，对妻子和女儿进行弥补。本以为会就此安稳走到生命尽头，没成想苏菲却再次找来，并且还带来了延续自己生命的特效药，而代价就是雷娜要为她服务，直到彻底除掉狼王为止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他还要对雷娜进行考验，来测试她目前是否还具备战斗的本能。最终雷娜选择了答应，来到了目标所在的酒店。一个神秘物体突然滚入房间，瞬间把匪徒吓得不知所措。反应过来后，几人赶忙躲避，没想到并没发生爆炸。匪徒好奇地上前查看，却发现只是个空盒子而已。他刚松口气，结果下一秒，另一名匪徒见状，赶忙扔掉手里的武器，随后就毫不犹豫地跪在地上。紧接着，一个持枪男人走了进来，他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匪徒，确定是自己要找的人后，男人没有犹豫，直接出手把对方打晕过去。很快，一个女人就来到这里，看着男人的杰作，苏菲显然非常满意，当即就决定要和对方合作，而这也正合雷娜心意。两人随即就达成协议，一场针对狼王的刺杀也就此展开。随后，苏菲带雷娜来到一家公司，老板胖子是狼王的专用司机，从他口中必定能得到对方的下落。于是雷娜果断出击，轻松解决掉对方小弟。而胖子也在此时来到公司。当他推开房门，雷娜已经出现在这里。起初胖子还很强硬，即便自己的保镖已经被干掉，他依旧没说出任何信息。可随着雷娜开始动刑，胖子终究还是没能忍住，说出了对方踪迹。原来狼王现在并不在这里，不过2天以后他会回来。得到想要的信息后，雷娜离开了这里。殊不知另一边的丧彪已经查清他的信息，一场针对他的计划也已开始。雷娜刚来到超市，准备购买一些生活用品，结果下一秒看到对方被自己击中，匪徒还想上前补枪，可就在这时，雷娜立刻展开反击。原来他一直都有穿防弹衣的习惯，刚才的一击并没给他造成太大影响。紧接着两人就展开生死搏斗，你来我往，打得不可开交。最终还是雷娜更胜一筹，拿出武器把对方成功解决。可还没等他缓口气，就发现匪徒身上的照片。雷娜瞬间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她赶忙回到家里，果然女儿已经没有了踪影。就在雷娜不知所措时，无意间看到电脑上一家酒吧的地址，她没有犹豫，随即就来到这家酒吧。在看到女儿的那一刻，雷娜这才松了口气，幸好没被对方抓走。可就在她准备带女儿回家时，身体再次发生意外，天旋地转的感觉差点让她昏倒。雷娜赶忙利用酒精来缓解症状，虽然情况明显好转，可她却失去了女儿身影。此时女儿正被几个混混围在厕所，打算对她轮流侵犯。尽管她不断求饶，
可混混们却不为所动。危急关头，雷娜终于来到这里，面对这些人渣，她没有丝毫留手，出手杀伐果断，很快就把对方打倒在地，随后就抱着女儿离开这里。经此一事，父女两人的关系明显有所好转，女儿竟然还邀请她去参加同学派对，这也让一直想弥补女儿的雷娜心里有了很大的慰藉。为了在任务中拥有最佳状态，雷娜再次找到苏菲，被对方打过一针后，她的状态明显恢复很多。很快就到了狼王回来的日子，雷娜没想到丧彪也出现在这里。等对方离开后，她立刻驾车跟了上去，趁着对方没有防备，直接撞了上去。而这也无疑惹怒了丧彪，当即就探出头来，朝他不停射击。无奈之下，雷娜只能先行离开，而这也让狼王几人放松戒备，还以为雷娜已经罢休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紧接着雷娜赶忙下车，朝着桥下跑去，而狼王在此时也从车里逃出，立刻朝着远处跑去，而雷娜也紧跟而来，最终在一处地铁站追到对方。可还不等他出手，身体就再次发生意外，他虚弱地瘫在地上，而丧彪也偏偏在此时追了过来。他没有立刻除掉雷娜，而是将她拉到站台边缘，想让雷娜和火车来个亲密接触。伴随着火车越来越近，刺眼的灯光也让雷娜恢复一丝力气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雷娜果断出手，接着再来一拳，把丧彪彻底解决。可此时他已经虚弱无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狼王离开。等雷娜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苏菲床上，虽然暗杀再次失败，可苏菲却没有怪他，反而说出了一个好消息，药剂对他的病情有很好的功效。还不等雷娜高兴，电话就响了起来，是前妻打来的，今晚要去参加女儿的同学派对。随后雷娜回到家里，而狼王也联系了合作伙伴，准备离开巴黎，彻底摆脱雷娜的追捕。殊不知，两人将在接下来的派对再次相遇，自己追杀的目标也来到这里。为了家人的安全考虑，男人并没立即动手，而是友好的和对方握手。虽然他在极力掩饰杀意，但还是被谨慎的妻子发现端倪。她知道丈夫又在为他们工作，当即就生气的走开，来到楼下独自喝起了闷酒。殊不知狼王的目光早已锁定在他身上，雷娜也深知妻子此时非常危险，于是果断跟在他的身旁，想劝妻子离开这里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匪徒突然走了过来，雷娜没有犹豫，随即就率先发起攻击，让对方体验了一把真正的空中飞人。看到狼王想离开这里，雷娜赶忙让妻子躲好，接着便朝对方追去，不料匪徒却直接开枪来延缓他的脚步，这无疑激怒了雷娜，一枪、两枪、三枪，很快就解决几名小弟。可狼王早已坐上电梯，不过好在刚才的打斗使电梯发生故障，雷娜抓住机会，朝着电梯不停射击，随着绳索断裂，电梯瞬间落了下去。紧接着便朝着楼下冲去，再次解决几名小弟后，雷娜出现在奄奄一息的狼王面前，可还不等出手，身体却再次发生意外，他虚弱的倒在地上，甚至就连扣动扳机的力气都没了，最终还是没能杀掉对方，躺在地上彻底晕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却发现无比香艳的一幕。So that's what it looks like to you. 女人正是苏菲，在雷娜晕倒后，她就来到这里，接着她让雷娜出手，彻底了结狼王。可就在她准备动手时，却再次犹豫起来。这一刻，她想到了自己家人，想到了和女儿的点点滴滴，她不想再产生杀戮，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她只想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对家人进行好好弥补。最终，雷娜还是放下武器，选择了金盆洗手，这无疑彻底激怒苏菲，她把怒火发泄在狼王身上，随后就气愤地离开这里，而雷娜也被他带走，继续接受治疗。不久之后，圣诞节到了，雷娜的身体基本康复，看着无忧无虑的女儿，他的心里充满幸福。而妻子在得知他金盆洗手后，也选择原谅他，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了一起。不过雷娜却始终忧心忡忡。果然到了晚上，雷娜就收到一份圣诞礼物，起初她还有所担心，可当她打开之后，这才彻底放下内心的忧虑。礼物正是苏菲送来的，里面是延缓自己生命的药剂，以及对她的不舍与祝福。最终苏菲选择成全雷娜，让她彻底退出江湖。自此以后，雷娜和家人过上幸福的快乐生活，而苏菲也再次回到之前，为组织暗杀一个又一个目标。